大家好，歡迎回到呆萌財頻道。如果你玩美股，肯定繞不開納斯達克100指數，買 QQQ 或者 QQQM 就等於一把梭哈了美國最會賺錢的那100家成長公司，尤其是科技七巨頭，幾乎包攬了美股過去10年的超額收益。但是呢，總還有人不滿足，覺得100家還是有點多，能不能再狠一點，把那70個陪跑的都踢掉呢？只留下最能打的30個尖子生。如果你也有這種極端集中的想法，那麼今天這支 ETF 可能就是您的終極武器。它只買納斯達克100裡市值最大的前30名。今天的主角就是貝萊德2024年10月新發的黑馬 QTOP ETF。那麼 QTOP 到底是什麼來頭呢？老規矩，我們先給它做個體檢吧。它的全稱是納斯達克前30 ETF， 也就是 iShares Nasdaq Top 30 Stocks ETF。 發行商呢也是貝萊德 iShares， 和跟標普前20的 TopTT 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弟。出生日期呢是2024年10月23日，和 TopTT 同一天上市，纯的雙胞胎。當前的規模呢是大約 1.94 億美元，次新機，它的體量還在快速的增長。管理費率呢是 0.2%， 比 QQQM 的 0.15% 略微貴一點點但是跟 TopTT XLG 呢一個價格。2025年到現在的漲幅呢是 17.28%， 同期的 QQQ 呢是 16.08%， 成立至今的累計回報是 23.62%。 持倉呢高度集中，前10大股票佔比 64.88%。 那麼是怎麼樣選出這30家的呢？ QTOP 追蹤的指數叫 Nasdaq 100 Top 30 Index， 指數代碼呢是 NDX30。 它的選股邏輯呢簡單粗暴到極致。第一呢，就是從納斯達克100宇宙裡按自由流通市值直接取前30大。第二呢，沒有行業限制，沒有盈利要求，没有成長性打分，純粹比誰的個兒大。第三呢，加權方式是市值加權加上 Capital 封頂機制，和 TopTT 呢一模一樣。它的單只股票上限呢是 22.5%， 緩衝 25% 的監管紅線，所有權重大於 4.5% 的股票合計不超過 48%， 超出的部分迭代重新分配給未封頂的股票。那麼結果就是呢，前3大的英偉達、微軟、蘋果都被壓到 10% 到 15% 左右，避免了某一天一家獨大崩盤的終極風險。但集中度呢依然遠超過 QQQ。 季度再平衡呢就是每3、6、9、12月呢動態踢人補人，保證永遠持有當下最強的30個王者。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一看，經過這麼一番篩選，現在籃子裡裝的都是哪些公司呢？你會發現 Top 30呢肯定是科技七巨頭的天下，英偉達、蘋果、微軟、特斯拉、Google、亞馬遜、Meta 合計佔比達到 55.72%， 其中前3名也就是英偉達、蘋果、微軟合計持倉 34.77%， 前10大持倉呢佔比高達 64.88%。 相比等權投資科技七巨頭的 MAGS， QTOP 是自由流通市值加权并強制分散。那與標普前20的 ETF 相比， QTOP 最大的特點是沒有金融，比如伯克希爾、摩根大通等，也沒有傳統能源，完全是純粹的成長加科技的信仰倉。除了科技七巨頭之外呢，第二梯隊的護法也個個身懷絕技，比如排名第5的 Broadcom， 通信與 AI 芯片的霸主，佔比 5.07%，它是七巨頭之外最強的半導體勢力，也是 AI 數據中心不可或缺的賣產人。
然後呢是排名第7的奈飞，占比 3.69%， 流媒体唯一的王者，靠着打击账號共享和廣告套餐的雙重利好，盈利能力大爆發，也是前10名中唯一的純內容消費股美劇提供商。排名第9的好事多呢，占比 3.25%， 是科技叢林裡的防禦盾牌。當科技股波動的時候呢，好事多憑借雷打不动的会員費收入提供現金流保護，它是納斯達克裡最強的必需消費品巨頭。其他呢還包括 Palantir， 也是刚进納指不久的 AI 妖股， AMD、 思科等耳熟能詳的科技公司。所以您看呢，QTOP 的持仓邏輯呢，就是去小取大，极致纯享版的新經濟。它不僅剝離了納斯達克100指數後70家小公司，更通過指數規則天然剔除了銀行和傳統工業。所以呢，如果您只想要美国最頂尖的生產力、AI 芯片和最強劲的消費力、電商流媒體，而不想要銀行的周期性和傳統工業的沉重感，那麼 QTOP 就是比 QQQ 更锋利的矛。那麼接下來呢，就到了神仙打架階段，讓我們来看一看納斯達克家族的同類 ETF 对比。我們選3個代表来對比吧，分別代表納斯達克的全體精英和塔尖。首先呢 ONEQ， 也就是納斯達克全指 ETF， 是納斯達克的全家桶，追蹤納斯達克Composite Index， 不僅買了科技股，還包含了 QQ 沒有的銀行和金融股。然后呢是 QQQ， 也是納斯達克前100 ETF， 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納指。然後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QTOP 納斯達克前30的 ETF， 是納指的頂配版。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年化回報的硬數據吧。這個是截止到2025年11月的数據。從2024年10月成立至今呢， QTOP 的年化回報是 21.78%， 也就是標黃線的部分。ONEQ 的回報是 20.13%， 是圖中紅線部分。QQQ 的回報是 18.92%， 是圖中藍線部分。最大回撤呢都發生在2025年4月， QQQ 稍微好一些，是 22.77%。由于呢 QTOP ETF 和它的指数 NGX30 呢成立時間都太短，我們只能回測1年多的數據，無法給出具體的結論。但是呢，大家可以參考標普前20 Top 30與 VOO 對比的節目。由於 Top 30高 beta 型呢，理論上回報應該超過 QQQ。這裡呢，再順便介紹一下 ONEQ。這是富達發行的老牌 ETF， 費率呢是 0.21%， 它持有1025隻股票，非常的分散。那麼它的優點呢是真正意義上的買下整個納斯達克。如果你看好科技，同時也想配置一點銀行和中小盤呢，它是唯一的選擇。缺點呢就是長期來看呢，因為它拖雜幾千家不賺錢的小公司，歷史業績呢通常稍遜於 QQQ，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年份，比如今年呢，大雜燴呢也能跑出好成績。綜合來看呢， QTOP 就是納斯達克裡的全明星首發陣容，直接把替補和飲水機管理員呢都趕下場。所以這支 ETF 適合哪些人呢？如果你堅信未來10年仍然是 AI 加科技巨頭的天下，或者你嫌 QQQ 漲得還不夠猛，想再加一把火，再或者呢，你不想自己去研究財報，只想簡單粗暴的買最貴的30個，那麼它就適合您。當然了，它也有風險。風險在哪裡呢？就是2個字：集中。七巨頭呢佔比 56%， 一旦 AI 虛實降溫，或者像2000年互聯網泡沫那樣系統性的絕殺科技估值，QTOP 的回撤理論上可能就比 QQQ 更大。雖然呢 CAPT 機制加歷史回測顯示它抗跌性更好，但是極端情況呢誰也無法預測。所以呢，呆萌財的實操建議呢就是，如果你倉位裡已經有 QQQ，
或者 QQQM 作為底倉，可以拿出 10%到25%的倉位換成 QTOP 當做進攻衛星，大幅增強組合彈性。另外呢，如果你膽子足夠大，现金流充裕，持有期限10年以上，那甚至可以把 QTOP 当作核心，一只基金吃下整個納斯達克的 alpha。好啦，今天的內容就先到這裡，大家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們，您敢不敢把 QTOP 當核心呢？會配備多少比例呢？如果喜歡這期內容，就記得點個讚、加訂閱、加上小鈴鐺。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